有困难找警察。街上到处都写着有困难找警察。你找过警察吗？没有。昨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在一个十字路口，我看见一对老夫妻，看样子是从农村来的。他们要过马路，但是看到来往的车那么多，等了半天也没敢过来。这时，一个交通警察看见了，就立即跑了过去，扶着这两位老人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我非常感动。这是警察应该做的事，有什么可感动的？可是，有的地方还发生过警察打人的事。我觉得中国的警察还是不错的。我有个同学，去年秋天去重庆旅行，不小心把钱包和护照都丢了，身上1分钱也没有了，非常着急。正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想到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话，就去找警察。警察为他安排了住的地方，还借给他钱买了回北京的机票，又开车把他送到机场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还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件事：一个4、5岁的小男孩把球滚到大街上去了，他要跑过去拿，被警察看见了。警察就帮孩子把球捡了回来，然后把小男孩抱到路边。孩子说了一声谢谢叔叔，刚要走，又回来对警察说：叔叔，我的鞋带开了。说着，就把小脚伸到警察面前。警察笑着弯下腰去，给孩子把鞋带系好。这时，孩子的妈妈也跑了过来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们把松竹梅叫做岁寒三友。这幅红梅图画得真好。这是一位画家朋友送的。虽然是冬天，但是一看到这幅画，就感到像春天一样。梅、松、竹是中国画家最喜欢画的。中国人把松、竹、梅叫做岁寒三友。听说先生很喜欢中国画和中国书法。是，我每次到中国来，看到喜欢的字画，总要买一些带回去。我跟您一样，也非常喜欢书法和中国画。我看您的字写得很漂亮。哪里？您过奖了。吉利的数字。你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数字吗？不知道。你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？不过，不知道也好。什么话？以后你什么问题不知道，就来问我好了。你知道？知道。世界上的事我知道一半儿，中国的事我没有不知道的。是吗？
你没听见大家都叫我什么吗？叫你什么？中国通。你才学了3个半月的汉语，怎么就成中国通了？这不是说相声吗？你怎么连这也不懂？谁说我不懂？相声是笑的艺术，说相声就是要大家笑，笑一笑10年少嘛。对呀，谁听了我们的相声，谁就会笑起来，谁就会变年轻。今年20，明年10岁。什么？你不是说笑一笑10年少吗？别开玩笑了，你还是说说中国人喜欢什么数字吧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这是我的伟大发现，我正准备去申请专利呢。你快说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是8。8？为什么喜欢8？中国人认为这个数字最吉利。8怎么吉利呢？你听，我说8 8 8，你能听出什么音来吗888呀。你真笨呐，连这都听不出来。8的谐音不是发吗？888就是发发发呀。我怎么听不出来呢？你的汉语水平太低。汉语的发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不？不知道。发就是发财。现在谁不想发财呀？发了财就可以买房子，买汽车，买巧克力，买土豆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只要有钱就能买好多好东西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学过，中国人喜欢518这个数，也喜欢5月18号这一天，因为518的谐音是我要发。对对。怎么？你也知道啊？是啊，我还知道中国人也喜欢6和9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你不是中国通吗？怎么又问起我来了？我问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懂了，不就通了吗？9与长久的久谐音，谁不希望友谊长久、爱情长久、活得长久啊？中国人还常说66大顺，所以我知道中国人也喜欢6和9。你不笨呢。你才笨呢。宴会上的规矩。中国人在宴会上的规矩可多了。都有什么规矩？首先，要请重要的客人、老师、领导和长辈坐上座。这是应该的。上菜时，如果是鱼的话，鱼头要对着上座，让重要的客人先吃第一口。喝酒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先给他敬酒。上次我参加了一个中国朋友的婚礼，大家都让我先吃，是不是也把我看成重要的客人了？是。要是你到中国人家里去做客，他们就会准备好多菜，让你怎么也吃不完。给你敬酒的时候，一定要干杯，把杯子里的酒一口喝光。要是
不会喝酒怎么办呢？那也没关系，他们会说，感情有茶当酒，你用茶代替就行了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？中国通嘛，当然知道的比你多了。哈哈，又吹起来了。